给你拿出毛巾来。不行，我要下去找珍珠，我要捡珍珠。这些珍珠多珍贵，能比你的生命还珍贵吗？你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才这么做吗？我跟伟霆说，让他来处理。不要告诉梅丽莎，我不想她为难。这件事都怪我自作聪明，所有的错都是因为我。我知道你的工作是服侍人，他现在分明是无理取闹。你就算捡回那些珍珠，他也一样可以再来。这样吧，我就跟施婉说，他那么疼他老婆，一定不想让他老婆再胡闹、再生气。这事我会处理的 ，OK？ 谢谢你啊。记者那边呢，我已经疏通好了。只有时报那边好像还想找资料似的，我怕他又回来追到机场去找贺哲南问长问短，所以我答应他会让他给美丽莎做一个独家访问。不好意思啊 ，Gary， 我不是存心自作主张，这件事我稍后再跟美丽莎交代吧。算了，梅丽莎她也说了，她说无论如何不要让记者乱写贺先生父子俩的故事。这样吧，访问这件事呢，我跟梅丽莎说吧，她应该会明白的。OK， 等你的好消息，拜拜。拜拜。雅思，哎，宋太太，原来你在这里偷懒呢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在做文件上的事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干什么这么紧张？我们刚才还在说你呢，你今天给我们安排的节目啊，我们玩的不知道多开心。好，你们满意就好了。所以呢，你也应该像我们这样，除了在这里做事，有空也要放松一下，自己也要玩玩啊。对了，你今天做完工作没有？哦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就好了。我们正想出海，一起吧。出海啊？是啊，听说在这里有很多岛，岛上呢全部都是燕子巢。你知道了，我们平时吃燕窝就吃得多了，但是见就没见过，所以我们很想去见识见识。其实那边我不是很熟。现在又不是叫你做我们导游，我们也是出海晒晒太阳，多个朋友的意思。你不会还记得那晚的事吧？当然不会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那天晚上的事，你真没放在心上吧？当然不会了，宋太太。我知道是我安排的不好，对不起，应该怪我。我明白你的心情。你明白我的心情又怎么样呢？其实说到底，还不是我自己自找的。明知道人家有老婆，还不止一个，但是选择跟他一起，就料到要跟人争、跟人抢。也是我自己自找的。宋太太啊，你别这么想。做人呢，有时要清醒一点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其实话又说回来了，我现在这样跟你聊天，我觉得我跟你也蛮谈得来的。你以后别叫我宋太太了，叫我文慧行了。好啊。Chris 他们真麻烦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准是嫌远。我去看看他们，你在这儿等等啊。宋太太。
自然就会把他捡回来了。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别整天自作聪明，以为支开我就可以对老二有个交代。他别做梦了。在泰国这里要遇上老虎，要说比挖到钻石还难。无论如何 ，Thank you。我以为我儿子没走，留下口讯，叫我去马族餐厅等，我才去的。结果遇上文慧那群人，所以这次是你自己幸运，不关我事。真幸运的话，就不会让宋家二太太无缘无故跑回来做专访，弄得我惹祸上身。那只不过是因为有些人比老虎还恐怖，所以老虎才那么容易绝种。很难说的。那我们就为了我今天没让老虎吃了，而你又谈成一笔大生意干杯吧。怎么你不觉得做成这笔大生意的是宋世万吗？我只知道你投资的这间能源公司又多了一个更有实力的搭档。你也看过资料了，不可能不知道我这笔生意是中途有人截胡。我这种小女生真的有很多都不懂，不过我还明白什么叫商场如战场。有时要站得住脚，也要知道什么时候攻，什么时候守，不能只看表面。你不觉得我亏了吗？做生意的事，今天是亏了，但是以后会赚得更多吗？我知道你眼光很独到，你一定知道怎么把这间公司发展得更好。说的我好像很有远见似的。其实我有可能是让人欺负到头上，不敢吭声。忍得住不吭声，可能是因为害怕，也有可能是想顾全大局，不想一时意气影响了大事。我今天真是说的太多了 ，sorry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喜欢跟你聊天。可能因为我蠢，傻乎乎的。不是，其实你很聪明。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。Cheers。Cheers。
我以为我之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，我以为你已经明白，我不知道原来你一直都误会了，我跟你还有机会。是因为他有钱，因为他是亿万富翁。在你心里，我真的是个这么贪钱的人吗？如果我说是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不错，贺芬是很有钱，但我真正欣赏他的是他的内涵呢，而不是他的钱，你懂不懂？这位会赚钱的贺先生，我真的看不出他还有什么优点值得让人欣赏。一个美式亲力亲为，管理一间市值超过几百亿上市公司的人，他的成功不会是侥幸，他真的很有自己的本事，他真的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解释。总之，他教会我很多东西。我认识他之后，看事情无论视野和角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他比你大几十岁，你想清楚了没有？我当然知道他比我年纪大很多了，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不可以看到其他优点，我只去介意这一个原因呢？何况，眼前的他已经是我最好的选择。香港没男人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没选择了？我不像那些小女生，还可以去慢慢的挑，慢慢的尝试。我年纪不小了，我又结过婚，而且是我还离过婚，我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条件的男人了。机会不等人的，错过了之后可能再没有机会。我算是很幸运了，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常常跟自己说，这个世界不一定会有公主王子般的结局，在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有不同的考虑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再怎么劝你都没用。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所以你不用再劝我。祝你白头到老。太和，我知道这样做对你不是很公平，但是我想你为我再做一件事。我跟贺峰之间的感情还没成熟到可以让家人知道，你能不能先帮我隐瞒着？行了，宋小姐，你找贺先生。宋小姐，贺先生，对不起。外面的小姐皮肤够白了，不过裙子不够短呢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形容他们？他们是来这儿工作的。他们不是来这里陪你的吗？别拿这个来开玩笑。你这么有空找我吃午饭，我想谢谢你上一次借游艇给我用。那你要等我做完事情。你这么勤快，要做给谁看呢？你爸爸早就已经出去吃饭了。我用不着向任何人交代，我自己的生意只向自己交代就行了。这倒是，永远呢都是你玩你的，他有他的世界才对。不过你爸爸真是不简单呢，人老心不老啊！一把年纪了，还喜欢跟年轻美眉谈恋爱。你说什么？谁跟年轻美眉谈恋爱？对不起，要你坐在这里等我那么久。从你坐下之后，已经说了3次对不起了。我看你应该多了解我，我从来不介意花时间等一些值得等的人。其实以你的办事能力和你出色的人际关系，绝对可以自立门户。你有没有意思自己开一家公关公司？你好像忘记了我是一个破产人士啊。放心吧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其实我在这一行的年资还是很浅，我根本没有资格当老板，而且我跟着 Melissa，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。我知道你是个不想让男人养的女人，我只要你考虑一下。要是你改变主意的话，记得告诉我。不过有件事，我要你现在决定。我以天坤的名义赞助巴黎一个有名的时装表演，我想邀请一位大方得体的女伴陪我去。那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？你就当我公私不分吧。
过做我女伴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陪我去度假。我想送你一个巴黎假期。你真的不怕我的债主会向我追究啊？我已经请教过律师的专业意见了。一个破产人士同样可以接受朋友的礼物，只要这个朋友知道他的身份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其实你也不用太介意自己的身份，我认识很多破产人士，同样可以翻身。我自己做生意赔过大钱，还不是一样站起来了？谢谢你，赫赫，我知道你很支持我。Thank you。那你答应做我的女伴了？我也有条件的。说，我要你陪我去普罗旺斯去看薰衣草。这是我的荣幸啊。Cheers。